大家好，我是住在东京的方块。上一期我们讲了照相相关的一些内容，这一期我们来聊一下转送。首先，我们来了解一下转送是什么。转送的话，用文字意义来表示，就是把会寄到你旧住所的物品转送到你的新地址，无论你是知道还是不知道。这个的意思呢，就是说，只要是寄送到这个旧地址的这个物品和你本人的个人信息是相同的，那么你知道或者不知道，都会给你转送到你的新地址。如果用图画来表示的话，就是当寄送人把物品寄送到邮局，在没有转送服务办理之前，他会直接寄送到你的旧住所。如果你知道运单单号的话，你可以在寄送到之前，先告诉邮局的那个营业点，让他们进行转送。但是呢，这也会花费很长时间。如果说你提前进行办理的转送服务，那么在寄送人把东西寄送到邮局，邮局会在第一时间确定这个是不是你本人的邮件。如果是，不管有没有带运单号的，都会在第一时间转送到新住所。支持转运的公司呢，我这里主要举3个例子，也就是日本的我们常用的3个运输公司，一个是亚茂头运输，然后也就是黑猫宅急便，一个是佐川急便，还有一个是日本邮便。这3个公司呢，我自己用的最习惯的是日本的邮便，因为它最便宜，很多东西也是比较划算，我记得比较多。然后是佐川急便，这个的话我遇到的最多，是我自己本人的情况是，别人寄给我一些比较好的电子仪器设备的时候，都是用的是佐川急便。然后是黑猫宅急便的话，大部分是常用物品居多，然后还有根据个人习惯我的问题，用的人也会有一定变化。接下来我们来了解一下申请时间和生效时间。申请时间呢，是指你申请的最佳时间，这个呢一般是3到7日，也就是1周之前，你就需要把这个事情给做了。这个的原因是什么呢？因为它的那个转送相关的数据同步到他们的系统需要3到7个营业日，也就是说，如果你申请的太晚的话，可能会导致你的一些东西仍然会被送到旧住所。所以说，大家需要提早1个星期左右就去申请。然后是生效时间，生效时间一般是指录入数据以后的1年之内，只要寄到你旧地址的这些相关的证件符合你本人所提供的一些信息的，它都会无条件的给你转送到你的新住址，这个是一般是免费的，大家可以放心的利用。这一期我们讲的转送主要还是以邮政转送为主，因为其他的不管是黑猫宅急便还是佐川的，都比邮政要简单一些。而且像黑猫宅急便的，他们的申请的话是需要在邮政提出一个申请，你才能去申请他们的转送服务。所以邮政这边的极为重要，大家可以好好认真听一下。有关于邮政这边的申请方式呢，我比较推荐的是线下的邮政窗口进行申请，因为你需要填写的东西实际上是比较多的，有些地方可能会填错，甚至是出其他问题。如果你在线下窗口进行申请的话，那么你可以及时询问工作人员，把错的地方给修正。邮政的转送服务申请的材料呢，主要有3种，一种是转居证明，第2种是本人确定书，以及第3种旧住所确认书。首先，我们来看一下转居证明的样式。如图所示，这是大家所能看到的一个转居证明的样式。左边的这个呢是正面，然后右边的这个呢是需要填写的这个背面。然后主要填写的内容呢，也主要是像这里的你的个人的一些信息，然后同住的有多少个人，以及下面的一些其他新地址、新的住址和旧的住址等等。然后这里比较重要的呢是这个地方，也就是复印件的这个地方，你需要把你的那个，比如个人番号卡或者说是那个在留卡去复印，复印好以后把那个剪下来，就是顺着那个边框剪下来，刚刚好贴在这个地方，你就可以那个直接提交了。然后是本人确定相关的一些东西。首先呢，这里大家比较注意的呢，主要是像外国人，主要是那个在留卡和个人番号卡。然后是呢，其他的呢还有驾照、护照以及健康保险等。旧住所的确认证书呢，是指的记载着你的旧住所的一些证件，比如说像驾照、护照，然后是住民票，这些都是有的。但是呢，外国人的话，像这个驾照
是可以用的，但是护照和这个台账是用不了的。然后注明票是可以去开的，公共机关发行的请求书、收据、搬家公司的请求书、收据、在留卡以及其他类型的证明书都是可以用的。然后是这里我们一般要用的，也就是这个转出证明书。也就是说，你在办理转入和转出的时候，你直接把这个转出证明书拿去到这个邮政去进行，当做这个救助所证明。然后是申请的注意事项，首先是网上申请。如果你是在网上申请的话，你需要一个是邮政的一个 ID， 这个需要你提前注册。然后是第二个是个人番号卡读取设备或者带有本人照片的个人证明书。这个的话呢，可以参考我的那一期个人番号卡的介绍里面，然后那里的设备需要怎么读取等等。线下窗口没有什么太过于需要注意的。然后是邮件的寄送的话呢，就需要注意的是，首先是你的转居证明里面一定要附上本人确定的这个复印件。然后寄送完以后，可能会有邮政的工作人员上门访问来进行确定是不是你本人等等。然后是无法转送的物品，首先第一种是写着转送不要的。转送不要的呢，一般是一些特殊物品，比如说像信用卡、护照、身份证明这类，大多数他们在寄出去的时候都会自带有这个转送不要的这种证明的，也就是这种字样或者说这类类型的证明证书是不允许进行转送的，只能说寄不到就先返回，然后你本人重新申请，然后再寄到你的新地址，是这种感觉。然后第二个是邮政服务以外的，比如说像那个黑猫宅急便的它的一些内容，然后佐川急便还有亚马逊购物等等，他们这个在邮政服务以外，所以说他们也是无法进行对应的。接下来我们来说一下这个黑猫宅急便的一个申请。首先是第一个这个条件，第一个就是和邮政上一样的，需要有一个会员。会员的话，这个直接申请就可以了，比较方便的。然后第二个是一定要在邮局提交过转居证明，也就是说你需要提交过这个东西以后，你才能来在黑猫这边申请这个转送服务。也就是如果你不提交的话，黑猫这边你是办不了转送服务的。这也是为什么我会说这个大家一定要那个邮政这边一定要好好听的原因。然后呢是申请步骤，它的申请步骤呢主要是3步，3步里面有一些小步骤，大家可以好好的了解一下。首先第一步就是我们刚讲的，先要去邮局提出这个转居证明。第二步是申请转送服务，里面有2小步。首先第一步是先要去营业所填好这个预申请书，然后把这个预申请书交给营业所的人或者是黑猫宅急便的司机。再然后是填写资料或者交资料的时候，记得准备好你的本人确定证明书。接下来我们就进入了第3步了，那就是转送服务申请书上签名、盖章和返回。这里也是分为3步。首先是救助所的这一部分，是你要在救助所把这个转居转送服务申请书从救助所寄出去，然后到达黑猫的那个宅急便以后，他们又会送往你的新的住所，然后在新的住所确定收到以后，你再进行签名和盖章，然后再返送回去。到这一步以后呢，也就是你这个从新住所寄出去以后，并且到了那个黑猫宅急便的那个营业所的时候，他们就会进行确定是不是你本人。是你本人以后，他们就会把这个服务开始引导的一些文件发送到你的救助所。接下来你就可以开始正式的申请这个转送服务了。也就是按照这里来讲的话，服务开始以后，实际上是在你到新的住所已经开始居住以后才开始的服务。但是呢，它的申请是要在你搬家之前。最后呢是佐川宅急便，它这里类似于邮政或者黑猫那种转送服务，也就是系统性的转送服务是并不存在的。也就是如果说你没有转送物品的那个单号的话，你可能联系他们也没有用。但是呢，佐川宅急便他们的所有的送的这个货物都是有物品单号的，所以你可以提前的去把这个物品单号告诉营业所，然后让他们进行这个转送服务就可以了。无法转送的东西呢，和前面是一样的，就是带有这个转送不要的。转送不要的这种呢是无法进行转送的，还有就是服务外的也是无法。然后接下来就是到付或者收件人确定的也是不可以转送的。最后我们来说一下转送服务的好处。这个转送服务呢，它是一个可有可无的服务，所以说
如果你不申请，就没有这个服务，它是没有坏处的。如果你申请，它的好处是非常多的。首先是第一个，缴费书相关的，因为有一些缴费书它是根据你的旧住所来进行确定的。如果说它寄送到了你的旧住所，那么你就可能无法进行这个缴费，导致你的信用分差下去，这是一个非常不好的情况。第二个呢是，如果说你有一些旧的东西，比如说一些没有运单号的一些物品寄送到你的这个旧住所，而且你是不知道的情况下的话，那么如果你办理了这个转送服务，那么他就可以把这个东西也转送给你，避免了因为你是不知道这个东西是不是存在而导致你无法接收。第三个呢，就是避免个人资料的泄露，因为一般情况下它都会带有你个人资料的一些内容，比如说名字、电话号码等等。如果说寄送到这个旧的地方的话，那么那边人可能就会知道啊，这个人原来是叫这个名字，用了这个号码。当然，大部分的人是不会去在意的。如果是别有用心的人，可能就会在意，然后进行一些其他操作吧。非常感谢大家的观看。如果我的视频对大家有帮助，希望大家帮忙点赞和分享。如果大家对我的内容感兴趣，欢迎订阅我的频道，我会继续分享日本生活的相关的经历和经验。如果大家有疑问或者想要和其他的润友一起交流，欢迎加入我的私人电报群。谢谢。